2009年，印度太空中心发布声明，称印度的卫星导航系统将在3年内投入运营。据悉，这将是继美国 GPS、俄罗斯格洛纳斯、欧洲伽利略、中国北斗之后，全球第5个投入使用的空间卫星导航系统。那么，当初拒绝中美2国合作，硬着头皮独自研发导航系统的印度人，经历了怎样一番磨难？时过境迁，印度人心心念念的INSS 又建设的如何？2006年，印度政府首度将发展卫星导航系统提上日程。在该举措上，印度人采取了2步走战略。首先，印度将在美国 GPS 技术基础上构建增强系统 GAGAN， 用以辅助 GPS 近地轨道的增强导航，实现提高印度使用 GPS 服务的精度。具体而言， GAGAN 的主要任务是辅助印度飞机的精准着陆。GAGAN 是印度走向自主全球定位的第1步和技术基础。GAGAN 建设之后，则来到了2步走战略的第2步，打造自己的区域导航卫星系统 INSS。印度人计划中的 INSS 系统将初步发射7颗卫星，全面覆盖整个南亚次大陆和印度洋。不过，想要成为全球为数不多的独立卫星定位国家，对印度而言又谈何容易？除了中美俄欧之外，全世界最热衷于发展卫星技术的国家莫过于日本、印度。二者的不同之处是，日本具备技术和资金优势，而印度却劣势很多。技术方面，地面站建设、主控站建设、导航软件建设、用户接收器设置等技术，印度几乎全部受制于人，无法实现自主突破。以上任何一个问题不攻破，印度筹划中的 INSS 都会成为一座不设防的城市，在军事领域的战略意义当然无存。资金方面，印度空间研究组织初步计划发射7颗卫星，总花费 3.5 亿美元。这个数字与别国全球定位系统动辄几十亿的投入相比，显然有些捉襟见肘。当然，印度人也有自己的优势，那就是利用自己在中美俄战略格局中游走的定位，取得各国的技术支持。除了建设 GAGAN 系统获得美国的技术支持外，印度还与俄罗斯实现合作，成为格洛纳斯的国际伙伴之一。按照2国签署的卫星技术合作协议，俄印将联手发射18颗导航卫星，其中印度仅仅负责3颗卫星的研发，6颗的发射。除了与传统盟友俄罗斯合作外，印度还借助其民主国家的面具，积极参与到了欧洲伽利略系统的项目建设中，与欧洲各国联手研发地面系统，以便在航空方面加以利用。为了尽快让 INSS 系统落地，印度可谓是找到了所有能合作的盟友，绞尽脑汁想要跻身独立卫星定位系统国家行列。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印度人对 INSS 系统如此执着？2006年5月，印度政府正式批准了 INSS 系统的建设，计划耗时8年时间，打造印度人独立掌控的全球卫星定位系统。印度对 INSS 系统如此执着的原因，首先来自于提高远程精准打击能力的诉求。随着精确打击武器在全球范围内的应用以及其取得的瞩目效果，世界各国普遍意识到，卫星导航在战争中的应用已经越来越深入，甚至成为能够决定战争走向的关键一环。因此，精确制导武器，尤其是具有中远程攻击能力的制导武器，成为世界各国争相开发的对象。此前，怀揣着大国梦想的印度将远程打击武器发展重心放到了发展核武器领域，但此举遭到西方世界的频频经济制裁，最终拖累了印度的导弹等远程武器制导技术。走投无路的印度人只能转而寻找其他方案。而除了传统的核威慑之外，要想提高导弹的中远程打击能力，就必须依靠全球定位系统。同一时期，美军的巡航导弹、机载炸弹等尖端制导武器大部分都配备先进的 GPS 制导技术。与之相比，印度的中远程导弹还只能依靠传统红外制导，对目标施加打击。就连印度战斗机的导航也只有落后的地面雷达提供支持。新世纪以来的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让印度人充分意识到，随着全球卫星定位技术的不断完善，卫星系统已成为军队战斗力的倍增器，以及未来战场的取胜之时。于是在2015年的军队远景规划中，发展独立自主的全球定位系统成为印度建设未来军队的战略目标之一。而一旦印度的 INSS 系统建成，将全方位弥补印度在远程打击能力方面的短板。进入21世纪后，称霸南亚始终是印度人的野心。可很长一段时间内，印度对印度洋和南亚次大陆的监视控制能力很有限，仅仅局限于印度半岛东西侧、孟加拉湾、阿拉伯海，其远洋能力十分有限。因此，印军一方面大力发展航母、核潜艇、驱逐舰等远洋武器装备，另一方面挖空心思发展卫星定位系统，试图提高远洋巡逻与作战保障能力。根据公布的 INSS 设计之初覆盖范围示意图，也可以看出其重点覆盖区域正好位于印度次大陆与印度洋。另外，提高印军对西北部边境地区的监视，同样是迫切打造出 INSS 的现实需求。
印度西北部边界多为海拔较高的山地，且与巴基斯坦、中国毗邻，人文、地理等因素十分复杂，是印度假想的未来重要作战地区。但这里高山林立，交通不便，缺少显著的地理参照，因此卫星导航在这里具有特别的意义。INSS 系统建成后，可帮助印军对边境地区的有效监控。此外 ，INSS 还能迅速传递边境地区好战分子、恐怖分子的入侵行动数据，以保证印度安全部队在敌人入境前做好应对准备。甚至有人表示，一旦 INSS 系统落成，恐怖分子的入侵将彻底成为过去式。与此同时 ，INSS 系统建设成功，也会让印度成为全球少数几个能够掌握全球卫星定位的国家之一。尤其是当区域性的 INSS 扩展为全球性系统，为印度提供全球范围的导航服务时，印度将彻底摆脱对外部的依赖。近几年来，印度在空间技术领域取得进步，有目共睹。自2006年计划提出以来，印度已经发射过20多颗各类卫星，成为继美、俄、法、中、日之后第6个太空大国，并顺利跻身国家卫星发射市场。2016年，随着 INSS 1亿导航卫星的顺利升空，印度区域导航卫星系统俨然已初具规模。不过，从实际运用效果来看 ，INSS 仍旧问题重重，且存在诸多制约。目前 ，INSS 已经能够做到提供系统本身的卫星定位信息，为印度本土用户提供独立的导航定位。印度规划中的7颗导航卫星全部到位，实现了卫星导航为南亚次大陆服务的最低数目。除此之外 ，INSS 在考虑兼容 GPS 系统信号的同时，还保留了独特的自主频率和数据类型，降低了卫星导航的安全风险性。不过，受限于导航技术的外部同类技术的转让闲置 ，INSS 系统的误差相较于 GPS、北斗仍有明显差距。印度一方面加紧组织人力物力进行技术攻关，另一方面通过收购和技术合作，试图进一步完善自身卫星技术水平。然而，由于各国相关技术转让限制，印度注定只能从别国手中拿到相对过时的技术，这让印度很难在卫星导航领域迈入全球第一行列。在定位系统频率方面 ，INSS 为了掌握独立的区域导航定位能力，建立了自主的发射频率，且频率分布范围较广，可以为印度军用、民用等各类用户提供加密或高精度服务，能够在保持与 GPS 高度兼容性的同时，又保留自身的自主频率。某种意义上，印度也就保留了 INSS 系统的自主运营与使用权。然而，由于印度人一贯的拿来主义作风，严重缺乏自主研发能力，导致其核心技术研发薄弱。除了自主频率之外 ，INSS 项目中的卫星地面站、主控中心等各领域建设，几乎全部依赖美俄两国扶持，自身能力极其有限，尚需攻克的技术难题还有许多。再者 ，INSS 较强的信号兼容性，一方面让印度能够更好更快地接入 GPS， 但也增添自身系统的安全隐患。INSS 在 GPS 原有基础上增设了 L 波段与 L5 频段，这与美国最新的 GPS-RF 卫星民用信号频率一致。此举不光扩大了 INSS 与 GPS 的兼容性，技术体制设计上也考虑了与伽利略的互操作能力。可一味的追求与其他系统的兼容，自身关键技术又存在较大风险，意味着印度的 INSS 注定存在安全隐患。关键技术无法独自掌控，将让 INSS 成为一座不设防的城市，随时会遭到外界全球定位系统的攻击。除此之外 ，INSS 在地理局限性、后续投资资金匮乏等问题上，同样在严重制约着其进一步完善与发展。总体而言，印度的 INSS 是结合了美、俄、欧多方导航定位系统的结果，是由各方技术拼凑而成的产物。这一情况带来的最大问题，莫过于处处受制于人。当初拒绝了北斗和 GPS 的印度，到头来还是因为自身技术与实力有限，不得不向西方世界低头。表面上看，游离于中美俄欧多方中间的印度，通过这种投机取巧的方式，顺利跻身全球卫星定位大国，看似独自掌握了全球卫星定位技术。可由于核心技术受限，未来一旦出现非常事件，有关国家很可能关闭导航定位服务，或降低服务精度，甚至向 INSS 注入虚假定位信息，从而让印度利益受损。有鉴于此，印度的 INSS 发展依然任重道远。中国的确在事实上产生了对美国的威胁，因此在奥巴马上台之后，立刻就开始着手重返亚太，毕竟这个时候再不遏制中国可就来不及了。但是当时中东地区对于美国的拖累依然很大，美国没法放开手脚来遏制中国。直到特朗普时期，美国才开始将中国定位为全面的竞争关系，科技遏制和贸易战都是在这个时候开始的。
拜登政府则继承了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甚至加深了对华遏制。而在今天，中国已经成为了美国有史以来所面临的最为危险的一个对手。中国与苏联不同，中国在意识形态上非常的稳固，并不是美国能够通过颜色革命就能够颠覆的国家。而中国在产业上更是门类非常的齐全，这也使得中国在贸易上对美国没有依赖，反而已经全面脱实向虚的美国对中国在贸易上存在依赖。而通过这样的优势，我们成功将自己与美元同样绑定在了一起。美国一直以来都在依靠自己的美元霸权来割全世界的韭菜，通过加息降息来蒸发他国的财富，再通过高价值的美元来收购他国的重要产业。然而在2008年次贷危机的时候，美国希望能够得到中国的帮助，或者说是让中国来背锅。因为只有拥有全产业门类的中国在当时还有余钱，因为当时中美贸易已经被牢牢绑定，我们不想被全球金融危机波及，就必须得购买大量的美债，储备大量的美元。原本美国是希望让中国背锅，结果因为中国持有大量的美债和美元，反倒导致中国在每次美国收割其他国家的时候，中国也能够跟拿一点利息。也就是说，从2008年次贷危机之后，美国每一次通过加息降息或者美元贬值来捞钱的时候，中国都会跟着赚一笔。即便是在冷战时期，苏联的京沪会也没有对美国产生这么大的威胁，世界经济框架依然建立在美元基础之上，哪怕是苏联照样还要在国际贸易中使用美元。而苏联对抗美元霸权的手段也非常的粗暴，就是用卢布和美元硬刚。但是卢布的市场规模和美元根本就无法比拟，所以苏联的失败其实是一种必然。但是中国却反其道而行之，将自身与美元绑定，先通过美元来赚钱，从内部摧毁美元体系之后再谋而后动。如今人民币也在逐渐的走向国际化，并且对美元形成了巨大的挑战。而中国的对美国科技霸权的突破更是令美国无比警惕。一直以来，美国科技产业的定价对于其他国家而言完全就是一个黑箱，因为很多科技只有美国有，以至于这些科技成本如何也只有美国知道。也就是说，美国想卖多少钱就卖多少钱，但是全世界其他国家只能乖乖的给美国送钱，因为这些科技他们自己都没有。事实上，即便是巅峰时期的苏联一样也要接受美国科技霸权的收割。但是中国因为是全产业门类国家，所以在科技发展上速度还是非常快的，因此中国也成为了全世界首个打破美国科技霸权的国家。这也使得原本在科技市场上没有竞争对手的美国受到了巨大的挑战。因为中国可以少赚一点，把定价定得很低，而且因为产业规模和人工成本等原因，中国的成本本来就比美国更低。例如一台笔记本美国卖1万元人民币，中国可以只卖6000。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还能挣得到钱吗？世界各国又不是傻子，所以美国必须要想办法遏制中国科技的发展。所以美国开始极力地打压华为等中国科技企业，并且对中国发动半导体战争。与此同时，俄罗斯在美国夜以继日的针对之下，已经逐渐变得半死不活，对美国的直接威胁已经大减。而这也为我们带来了一个疑问，那就是美国到底为什么不愿意联合俄罗斯一起对付中国呢？美国世界霸权的基础来源于对欧洲的控制，一个欧洲加美国在曾经就能够占据全世界1半以上的经济规模了。但是欧洲并不愿意被美国控制，欧洲之所以被美国控制，是因为美国抓住了欧洲的2大命脉，安全命脉和能源命脉。欧洲科技和工业都很发达，也不差钱，但是唯独就是没有能源，这方面欧洲很依赖美国。而欧洲还有一个邻居叫俄罗斯，这个国家能源规模和军事力量非常强大，欧洲完全无法抗衡，因此在安全上，欧洲同样依赖美国。那么如果俄罗斯能够加入欧洲阵营，真正成为欧洲的一部分，那么欧洲还需要美国吗？答案也是显而易见的，而且俄罗斯一直都希望加入欧洲国家。注意，当年的叶利钦并不是亲美，严格来说其实是亲欧。那么对于美国而言，俄罗斯必须是敌人，也只能是敌人，哪怕俄罗斯和美国如今已经没有根本冲突了，哪怕美国就是为了保住欧洲，也必须要让俄罗斯成为敌人。至于联合俄罗斯一起制衡中国，根本就不可能。如果让美国选一个国家，是让俄罗斯崛起还是让中国崛起，那么美国一定会毫不犹豫地选择让中国崛起。因为哪怕中国崛起了，
中国奉行也是不称霸的战略，美国照样还有欧洲，照样还是列强，还是世界大国。但是如果俄罗斯成功借尸还魂，那美国不仅无法成功遏制中国，还会失去欧洲。美国可能还是一个列强，但是却无法继续作为一个世界大国。美国2次世界大战取得的优势可能会全部失去，到时候很有可能会成为中国、美国、俄罗斯加欧洲3大势力共存的局面。而且话说回来，就算是现在美国想要拉上俄罗斯一起对付中国，恐怕俄罗斯人也不会相信美国了。当年苏联解体的时候，俄罗斯发自内心的希望加入西方，但是却被美国拒之门外。后面俄罗斯更是一次次的被美国战略欺诈，北约都扩张到波罗的海了，俄罗斯哪里还敢信美国？上次普京贸然相信了乌克兰的停战协议，结果将部队止步于基辅。但是没想到美国和欧洲就趁着这个空窗期武装了乌克兰，结果直到今天俄乌冲突都还没打完，前车之鉴这还没过去几年，俄罗斯哪里还敢相信美国？俄美联合只能是停留在纸面上的一个概念，永远都无法实现。